第14名，金属棒、金属管。金属棒和金属管这两种随处可见的武器获取极为容易，在仓库、五金店，或者是拆解金属家具、被丧尸破坏的金属双开门，以及拆解残骸车辆时，都可以获得大量的金属棒和金属管。从属性方面来讲，金属棒和金属管的伤害与警棍差不多，我们可以从对比来看这4把武器的伤害值。在伤害方面其实呢是差不了多少的，金属棒与警棍相差无几，甚至最小的伤害还略微高出警棍 0.1， 但在实际的游戏中呢，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。短棍武器的攻击方式并不是在于平 A 击杀，而是推倒击杀，打头呢基本就是一下一个。同时金属棒和金属管在暴击方面还高出警棍5个百分点，只是耐久是非常低，期望耐久只有120。不过这两种道具作为重要的金属材料是非常容易获取，想要找你就能找一大堆，用坏了就换，丢了也不可惜，完全弥补了耐久不足的缺点。如果非要给这两种武器排个先后，那么金属棒比金属管高出一个名次，因为它的伤害略微高出一些，其他的属性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两把武器呢在一起综合排名第14名。第13名，铅管。铅管在短棍类武器中，我认为属性是非常不错的，它有着短棍武器中最大的伤害值，达到了 1.2， 并且有着300点的期望耐久，打击感也非常不错。相较于警棍而言，在伤害方面略微高出一些，但是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。首先呢，铅管跟金属管还有金属棒是一样的，不能挂在腰上，只能背在背上。单手武器占用了双手武器的快捷栏，不过这点影响并不是很大。其次呢，使大家感觉铅管不是很容易找到。其实呢，铅管最容易刷新的地方是车库以及仓库，还有在施工车辆的后备箱中也有较高的概率找到。此外呢，如果生存10天之后，会有较低的概率从丧尸身上获取。从代码和数据来看的话，铅管在稀有度方面并不算低，可以说产出率比警棍还要高。可是呢，在实际的游戏过程中，感觉并不是很容易找到。其实这跟我们选择的特性有关，比如我们选择了幸运或者是不幸的特性，再或者是一个区域内的丧尸密度越高，物品生成的有效几率也会相应的提高。所以呢，在整体的稀有度方面，铅管其实是小于警棍的。综合排名第13名。第12名，棒球棒。棒球棒可以说是我刚开始玩僵尸毁灭工程中时最喜欢的一把武器。从伤害方面来说，棒球棒的伤害并不算高，从而导致它不能像锐器一样轻松地通过站立平 A 击杀丧尸。但是棒球棒的击倒概率是非常不错的，能够打击2个目标，有着300点的期望耐久值，而且重量只有2公斤。你可以从很多的住宅旁边的车库，或者是学校的运动储物间，还有卧室的衣柜以及车辆的后备箱中可以找到它。新手礼包中也有它的身影。这把武器的属性是比较平均，操作性非常不错，非常适合新手入门。综合排名第12名。第11名，钉刺球棒。钉刺球棒可以说是棒球棒的升级版，用锤子和5根钉子加棒球棒就可以做出钉刺球棒。这把武器相较于棒球棒整体伤害提升了非常多，但是暴击率从原来的 40% 下降到了 30%。不过暴击的倍数从2倍提升到了5倍，提升是非常的大。耐久从原来的300点期望耐久砍了一半，变成了150点。但是钉刺球棒可以用钉子来修复，使其恢复耐久，每次只需要1颗钉子。虽然修复率并不是很高，但是钉子数量是比较多的，所以钉子材料比较多的话，你可以一直用其修复，一直使用。但是并不建议这么做，毕竟棒球棒到后期已经很多了，随便都可以做一把。综合排名第11名。第10名，石斧。如果你喜欢荒野求生，这把武器你肯定不会陌生。石斧是非常容易制作的武器，它完全可以通过前期采集到的资源来制作，随便踩死一个丧尸，撕点碎布条，随便找点树枝，再到马路上随便找点碎石，便可以制作出一把石斧。从武器的属性上来看，石斧的最大伤害达到了 1.5， 与钉死棒球棒是一样的，伤害表现是非常不错。开启群攻的话，一次可以攻击3个目标，是前期非常容易获得的一把武器。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，耐久非常低，非常不耐用，有的时候打2下就坏了。
砍一棵树都砍不倒就损坏了。虽然获取便捷这一点弥补了这一缺点，但是有着25点期望耐久值，也让不少朋友对它并没有多少好感。如果你选择的职业是伐木工的话，这把武器使用效果应该会好不少。打丧尸尽量推倒处决，有效击杀，多做几把备用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综合排名第10。第9名，手工长矛。手工长矛跟师傅一样，是荒野求生玩家的最爱。它的获取方式非常简单，只要找到树枝和碎石，便可以原地手搓一把自制长矛，获取成本非常低，完全可以通过采集获取。长矛有着很高的基础攻击力和较远的攻击距离，还有非常高的暴击伤害，这是其他武器无法比拟的。但是相对应的是，其耐久非常的低，低到感觉没办法正常使用，几乎是打一下掉1点耐久。大多数手工长矛的期望耐久连30都不到。不过还是有2把长矛值得推荐的，猎刀长矛和大砍刀长矛。这2把长矛比其他的长矛耐久高出几倍，分别是72点和120点的期望耐久，比较耐用。长矛一方面可以当成武器，另一方面可以当成钓鱼的工具，让我们获取鱼类食物资源。其实长矛用好了是非常不错的武器。如果不知道长矛怎么用的话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一期关于长矛的使用心得的视频。武器的综合排名第9。第8名，园艺叉。园艺叉也属于长矛武器，有着长矛的特点。同时，园艺叉有着长矛武器中最高的期望耐久，达到了150点，这足以让园艺叉稳坐长矛类武器第1名。它获取的途径也非常多，从仓库、车库、农业商店都可以找到它。只是这把武器无法像手工长矛一样可以制造出来，也无法从丧尸身上获取。园艺叉无法像其他长矛一样可以插鱼，不过呢，我们可以用它来翻土种植农作物，属于一把工具类的武器。综合排名第8名。